谢谢啊，真不容易啊！啊，咱走到一块儿，多好！子苏，你愿意嫁给我吗？一会儿啊，让你喝个够。好，哎，他呀就想要喝酒，哎，都有啊！哎，哎，大家都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咱们吴主任讲讲话啊！讲完了，好。在婚礼开始之前，我宣布一个好消息：经市党委研究决定，恢复于天白同志团长职务，并且继续和刘铁同志做搭档。老于，老刘，祝贺你，谢谢。谢谢。子苏，祝贺你，祝贺你们！哎，哎呦，嘿，哎呦，干嘛？好，冷不冷啊？不冷。来，怎么了？铁爸爸，你是我最亲最亲的爸爸。铁爸爸，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哦，乖。哎，太好了，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大雕塑家盼来了。听说咱们这块大青石雕塑将要放在这个和平广场上，你看怎么样？和平广场，对，哎，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啊。这个广场啊，是由2支曾经势不两立的军队，为了他们的军人的理想而建立的。哦，有意思，很有纪念意义啊。费专家，你说咱们在这个和平广场上应该放一个啥样的雕塑啊？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啊，刘铁同志。这次我南下，就是想体验体验生活的，让我这个灵感的泉水啊，扑通扑通往外冒。哦，你看，你看，我呢，创作了几幅作品。我给你提个意见，你说好了。这个屁股撅得太高了。哦，这个刘铁同志，这是一种艺术的夸张，你觉得不太好啊？不是，夸张是好，但是你也不能把我们的战士往丑里面夸张吧？那你说该怎么整啊？我们那个时候拉犁，我毛蛋，
哎，你摆一个拉犁的动作，快来！哎，你也来。哎，我来。你看啊，这个地方这儿啊，这要硬实点，结实点，是不是？像个男人。你这个撅这么高定干啥呀？是不是？还有这眼睛，我们拉犁的时候都是目视前方，看的就是那股子精气神儿，是不是？你这个蔫了吧唧的，像个老牛似的，是吧？我也不懂啊，我瞎说。刘铁同志，不好意思，你批评的很对，说得好，说得好。费同志，我还有建议，咱们这组雕塑就叫它化剑为犁，你看咋样？化剑为犁啊，好，很有现实意义，说得好啊。刘铁同志，好，那就这样吧，我们边走边说。你左手拿着一把犁，右手呢用力往前拉着。1960年，兵团在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的基础上，耕地面积猛增1035万亩，农场由原来的59个增加到166个，基本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布局，职工丰衣足食。你到兵团党校镀了1年金，回来就当上政委了。你比我有文化，这什么能跟得上时代发展脚步，是这么说的吧？哎呀，我这老刘啊，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不服气呀？没有，我真的没有一点不服气，我真替你高兴。我知道，来，我敬你，来，干了。说实话，当时老吴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自个儿都不敢相信，咱算啥呀？一个起义的，人家老刘是红小鬼，对吧？论资历啊，论水平，我咋跟人调这个个儿？当时老吴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他说：“于天白同志啊，这个提议呢，那是本馆组织的兵团副政委孙世贤同志提出来的。人家孙副政委还说了，起义军官呢这些年进步很大，而且跟工农干部相比啊，起义官兵的整体文化素质相对高一些，在和平建设当中，那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除了我之外呢，还有10名同志一起被任命为团政委，而且我们是兵团第一批成为共产党政工干部的起义军官。对，孙政委的想法是对的，这不正体现了化剑的精神和成果吗？来，好事成双，我敬你一杯。来，好，来，哎，老于啊，少喝点，眼睛还没好呢。嗨，我知道，今天高兴啊。干什么呢？站住！干什么呢？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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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枪了！给你！小兔崽子！走！啊！哎，给，嘿，接着啊，接着，来，接着，哎，大娘，让娃娃吃个够啊，管饱。吃完了，我再到场上拿去，多得很。三娃，书交给你咋考啊？来，看着啊。这样，来，就这样考啊。这位后生啊，你是陕西人呢，还是甘肃人呢？
老家是陕西的，在甘肃成的家。啊，那媳妇儿呢？哎呀，饿死了。哎，我儿子的媳妇儿也饿死了。这不，为了几个娃娃，我才那么远的路往这边跑啊。哎，听说咱们兵团是个什么生产团，富得很，吃的是白米面，穿的呀连裤头汗衫都发。哎呀，大娘，那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哦，是从前八路军359旅的老部队。咱带的这地界啊是9团，那是兵团里最富的团。是啊，哟，这可好，这可好。小伙子，你对这儿挺熟的，你这里有亲戚啊？算是半拉子亲戚，我喊他叔。哦，我们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8团这2天也来了不少灾民，2连食堂的菜窖昨晚上被撬了，丢了1麻袋洋芋。1连的王天宝反映，他家的2只老母鸡丢了。今儿个早晨我去收衣服，我老婆给我做的绿底红花的新裤衩子不见了。杨团长，哪个小媳妇儿看上你的花裤衩子了？就是臭小子，别胡说啊！就是安静安静。这个刚才各团啊都谈了情况啊，看来啊内地灾民的大量涌入确实扰乱了咱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啊，这是目前摆在咱们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严峻的问题。刘铁，刘铁，醒醒醒醒，说说啊！说啥呀？防范措施嘛。哎呀，为了支援内地灾区，为了多打粮食，兵团党委下达了双千万亩的指示，开荒1000万亩，播种1000万亩啊！我们这在前线忙得连裤子都穿不上，1分钟当2钟头用。你们非得把我叫回来开啥紧急会议？我以为有啥紧急事儿，丢了10头羊，2只老母鸡，1条大花裤衩子，丢了就丢了呗，就当为灾民做贡献了。刘铁啊，你这话说的可是没有原则呀！啊，这么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是刑事案件，咋能说丢就丢了呢？是不是啊？那你说咋办？把他们都抓起来劳改？如果有人违反国家法律，当然是要法办的。哎，要我说呀，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又是防范，又是武装的。灾民是啥？又不是敌人，那是咱兄弟姐妹。对，是不是？是，就是兄弟姐妹受了灾了，大老远的跑过来吃你1头羊，2只老母鸡，又能咋样？啊？你还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这不是一码事啊，这叫偷，叫抢。我看就是一码事儿。就算灾民没跟咱打招呼，那也是相信咱，是不是？人民解放军嘛，咱们是老部队，相信咱才拿的，对不对？歪理邪说。新疆这么大，荒地那么多，就把灾民组织起来，种地自救。这些事儿啊，恐怕不是你我考虑的范畴啊，这是上面的事儿。那你狗日的叫我回来开啥会啊？刘铁，你骂谁狗日的呢？刘铁，老吴，这可是你亲眼看见的吧？大家伙可都看见了，是不是？这刘铁旧毛病不改，张嘴就是粗话，一点素质都没有。今天这会是你主持的吧？这会刚开到一半，他就要擅自离开，你说你到底管不管吧？老邢，先坐下。
老刘，老刘，坐下。哼，这政委不当了，脾气倒是见长，想干嘛想？哼。哎呀，邢代理，邢师长，你以为你当了代理师长了，老子就不敢骂你了是不是？你，别，大家都冷静下啊！老刘，你开口骂人总是不对的，赶紧回去坐下啊！回来！开啥紧急会议？你们开，老子回去了。哎，你看见了吧？啊，还是有人主持公正的，你走也是一样。我告诉你说，铁娃子，我不给你一般见识就得了。哎，小王，过来啊！哦，过来，你看，好小子，胆子不小啊！老子这回非逮他个正着不可。走，走。嘿嘿，都在这儿呢啊！这玉米是不是从我们场上偷的呀？说，谁带头干的？我说这位同志，我们家乡受灾了，那么多人都饿死了。我们听说新疆生产兵团富得很，我们大伙才来这里要口饭吃。是啊，你就行行好吧。那你也不能偷啊！哎呀，少跟他们废话，说谁带的头，非管他禁闭不可。抓呀！臭小子！哼，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是不是？把你关起来！关就关，我老婆子不怕，我跟你们去。这位，你看，就是他们偷的包谷，全被我抓起来了。同志，这些孩子实在是饿得没法了。你们的包谷是我偷的，要罚要抓就抓我这个老太婆，我有罪呀！老大娘，你没罪，没有人能抓你。乡亲们，大娘，怎么了？老刘啊，这可怎么办啊？乡亲们，我知道大家伙是家里受了灾，才到新疆寻口饭吃。新疆是个好地方，这话说的没错。这么大个新疆，是不会没有大家落脚的地方的。大家听我的，现在啊，跟我回招待所住下再说。哎呀，谢谢了，谢谢同志。哎，老刘，这个事情组织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你可别惹麻烦呐。人家大老远的到咱们家门口来，能不管吗？再说了，要我看，组织上是一定会有办法的。走吧，乡亲们，跟我走。哎呀，谢谢啊，同志，谢谢。这边。来，干拌面，给。哎，面来了啊！来，多吃点啊！来，大娘，哎，给。谢谢。同志，听说你是团长，那么大的官，为我们做饭，真让我过意不去呀。不知道咋感谢你呀。大娘，您别这样，听口音您是河南人。听出来了啊，我1946年还在河南清风岭打过仗呢。哎呦，你去过清风岭？对啊，清风岭可是我的老家呀。是吗？大娘，您家是在清风岭北坡上面那个尖顶子的瓦房里面住吗？是啊。大娘，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铁娃子呀！啊，当年我腿伤了，在您家还住过2宿，您还给我熬鸡汤呢。哎呦，是铁娃子呀！哎呦，孩子，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您给我熬的鸡汤特别好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孩子，你的伤好了吗？让大娘好好看看呢。好了。哎呦，大娘，就让大家伙在这儿住下了啊！好，有我铁娃子一口饭吃，就绝对饿不着你和大家伙。好，谢谢铁团长，谢谢啊！我是陕西汉中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住下了啊！是住下了！谢谢你了，多吃点啊！同志们，市里召开的这次关于加强治安工作的会议，主要精神就是这样。总之一句话，各营回去以后啊，要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是吧？对灾民要进行有效的疏导和劝导，坚决避免刑事案件和冲突的发生。怎么避免啊？我们不惹他们，他们也会上门找我们的麻烦。老百姓有困难，千里迢迢的来求支援，怎么能叫找麻烦呢？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上级领导是不会不管的。于政委、刘团长，这可咋办啊？又来了一批灾民。又来一批？来多少？大概1个排还要多吧。反正招待所是住不下了。你说这个招待所是给咱们干部开会吃饭的地方，现在都成什么了？你哪来那么多牢骚啊？老于，我看能不能把灾民分到各营，然后把食堂的余粮拿出来分给他们。我看行。于政委，哪有那么多粮食啊？招待所每个月都是有定量的，各营的伙房也是一样。这样，把我们家的粮食拿出来。对，我家也有余粮。常所长，到时候你派人去拿一下。还有各级领导干部家里有余粮的都贡献一下。我说，就靠咱们几个做贡献，这管什么用啊？啊？粮站里面不是还有一批粮食吗？我看能不能先拿出来救个急啊？绝对不行，那批粮食是要上缴国库的，不可以。9团的公粮任务早已完成了，刘团长多拿出粮食，也是为内地灾区做贡献。现在数字已经报给兵团了，上级已经把这粮食当作公粮来看待，过2天就派车来了。我跟各位说好啊，谁都不许打这批粮食的主意，听见没有？老刘，王大娘他们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会安排好的。你就安心的到荒地上做你的开垦指挥部总指挥啊。乡亲们，这点粮食是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维持不了几天，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按定量来，大人1顿3两，小孩2两。看见没有？还是9团好，有窝头，还有小米粥喝。乡亲们，我们哪里都不去，就待在9团。对，就待在9团。你们哪儿来的呀？我们有定量，你们抢了我们的，我们吃什么呀？你们是灾民，我们也是灾民，为什么你们吃香喝辣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饿呀！吃，对，吃！乡亲们，不要抢！乡亲们，别抢啊！别抢，乡亲们，这是我的，乡亲们不能抢！哎呀，乡亲们别抢了！乡亲们，别抢了，别抢了，乡亲们，别抢了！乡亲们，都听我说，我们粮食本来就不够，这些粮食还是我们于政委和刘团长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来的。大家这么浪费，这说得过去吗？老华，下来，乡亲们，大家别急，坐下慢慢吃，都有。常福啊，再到后头熬点粥去。去啊！老于啊，你病怎么样啊？快坐。老于啊，灾民情况怎么样？
现在来这8个旗的灾民是越来越多，如果不想办法解决的话，我怕会出问题。还有那刘铁啊，也不知从哪儿认了那么一个恩人，好嘛，他倒是认了。哎，我那儿就来了一大批的灾民，哎呀，搞得我成天焦头烂额的。唉，这件事啊，必须马上解决啊。老于，你放心，共产党不会不管的。唉，这样吧，我那儿还有一套古钱币，是20多年前从一个商人那里收购过来的，还值些钱。你去找个懂行的，把它给卖了，给灾民换些粮食回来，解决燃眉之急啊！老小，这老于啊，我还有件事情要提醒你，你这双眼睛啊，可得多注意啊！这总是反复的话，很容易病变啊！哎，去吧。来，走。手段不行嘛，刚刚出来几天功夫就出来偷东西，胆子不小啊！叫什么？大水，他不就是偷咱们连玉米的那个大水吗？是个惯偷，送公安局去。就是。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跟你们说啊，老子这刀子可是不长眼。放下！别动！放下！放下！放下！别动！快放下！放下！吞刀！吞刀！这可不行！哟！还愣着干什么？赶快送医院啊！来，快！哎，医生，救人呐！快！快点救救他把刀子吞下去了！是吞刀了！是吞刀了！怎么回事？啊？假的？哎呀，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看着啊！变戏法呢？假的，这是好啊！干的，臭小子，你有两下子啊！来，女的，是个女的，哎，怎么会是女的？团长，铁叔，石榴，你咋在这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行了，这就是个误会啊！大家回去吧。走吧，来。咋了？这是？啊？我刚回陕西不久，奶奶就饿死了。我叔叔婶婶欠了别人家钱，就逼我嫁给一个牲口贩子。我没干，就跟戏班子的人逃了出来。是为了怕被人看出来，所以才女扮男装的。都怨我，当时就不该把你送回去。行了，现在来了这儿了，就待在这儿，啊。铁叔，去，把衣服换。擅自接受灾民，还准备动用公粮，真是胆大包天了啊！刘铁这匹烈马，我看咱们得给他上个嚼子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不汇报，想咋咋干呀？他眼里还有没有组织了？还有没有你我这些师领导了？啊，老吴，我觉得这事啊，咱不能坐视不管，是吧？刘铁这个自由主义啊，犯到这种地步，咱们必须得管他。行了，你说怎么办吧？哦。
我认为第一，让酒团赶紧甩掉这个烂包袱；第二，限刘铁3天之内遣送灾民。行，我跟他谈。公子哥要歇一歇呀，喝口水暖暖胃呀。喝水啦！哎，喝水了，喝水了，喝水了啊！来，喝水了，来，喝水！来，喝水了！给我碗。好，来，来，给我点。谢谢石榴。来，喝水。哎，好，喝错了。来，这个。石榴啊，你天天跟我们大老爷们在一起，你不害怕呀？我怕啥呀？嘿嘿，告诉你们刘团长，我16啊，以后就是边外的垦荒战士了，就跟着大家在一块儿。那你就给刘团长当媳妇儿。怎么样啊？哎，怎么样啊？吴主任，我是不是又犯啥错误了？你说呢？是不是有人又告我的状了？看来你不是不明白，收容这么一大批灾民不算是小事，你怎么不跟市里打个招呼呢？听说你还准备动用粮库的粮，我告诉你，这可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开了粮仓，那可是要命的事儿。老邢很恼火，他说他要行使代理市长的权利，限你3天之内遣散灾民。啊，吴松林，你替我告诉那邢宝才，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执行他的错误命令的。能不能冷静一些？我不是不冷静，让我赶走灾民，我是100个不答应。怎么那么固执啊，刘铁？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让什么挨饿的。你。回来了。嗯。走。灾民的大量涌入，扰乱了各团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的影响了职工的利益。这种混乱的局面已经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了在这儿首先应该提出批评的是酒团团长刘铁无组织无纪律，擅自收容灾民，很不像话。我要他3天之内遣散灾民。今天是最后一天。老于啊，刘铁为啥不来？好，今天我就在这儿正式宣布，我师所属的各团今明2天务必将所有的灾民遣送出8个级，不得拖延。同志们，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姐妹。好了，各团回去马上行动，啊，散会。哎，老于啊，你留一下。老于，刘铁为啥不来啊？还是你没通知他呀？你知道这次我们9团的开荒任务很艰巨，刘团长在工地上实在忙不过来。于政委啊，你是咱们兵团第一批担任政工领导干部的起义军官，啊，你得为组织争气啊！尤其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你可不能犯糊涂啊，是吧？现在组织部正在考察你和刘铁，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跟着刘铁一块犯错误啊，明白吗？邢师长，我于天白没觉得刘铁有什么错误，我先回去了。站住！给我站住！干什么？报告，我们奉命将灾民遣送回去，一个都不能留。什么？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是我对大家照顾不周，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然脱了这身军装，可是人民的恩情，我们是永远不会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支老部队，爱护老百姓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我知道，现在大家有一些困难。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守在一起，我就绝对不会让你们饿着的。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不会有哪里的解放。老吴，我这个代理市长是干不下去了。又怎么了啊？看把你气的！来，坐下说吧。我不做，这把教育我是做不了了。你给兵团党卫反映一下，要不把我邢宝才换了，要不就把他刘铁撤了，是吧？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太猖獗了他把那些灾民给我弄回来了。弄回来了？是啊。就因为那里边有他的救命恩人，他就不顾一切了。你看，我打给他。你别打了，你打也没有用，这都是他自找的。哎，你看这个，还有这个啊，行不行？可以，就这样。老华，哎，老汤，哎，赶紧给我去趟粮站。啊，来。还设了好几道岗啊！粮食种地嘛。首长，请止步。我不是什么首长，我是9团的团长。9团团长不能进9团的粮库吗？你们站长呢？刘团长，我就是。原来你小子跑到这儿来看粮库了。对，大眼嘛。
我可是邢师长指名道姓点的将，他说这叫物尽其用。好，那就把粮库的钥匙给我吧。对不起，刘团长，我大眼啥都能见，就是这钥匙不能借。真是个好兵。常福，到，把钥匙下了。大眼交钥匙。干嘛你？你拿来！你住手！你要干什么？这里头装的是我们九团超额上缴国家的公粮，数字已经上报领导，现在谁动谁就是犯法。上缴国家没错，我刘铁极力拥护。可是眼下灾民们没有粮食吃，有生命危险，我们有粮食不往外拿，这什么对人民负责？人都死了，我拿个鸟奖状有啥意思？我是九团的团长，我不允许任何一个灾民在我的地盘上死掉，这也是我的职责。我不管你说啥，总之我不允许你干这种事儿。我只是为你好，我不要你为了我，我要你为灾民想想。你听我一回好不好？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把钥匙交出来，交不交